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 Town Talk。在之前的视频里面，我向大家介绍了免费的美国手机号码 Google Voice 如何去使用以及注册，以及如何去保号。但是很多小伙伴在使用的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自己的号码莫名其妙的被 Google 注销掉，比如说某些网站没有办法收到验证码等等这些问题。今天我向大家介绍一个虽然不是免费的，但是成本非常低的一个美国号码的使用获取方法，它就是 No Rolling。这个美国的手机号码的话，是我在上个月的时候订购的，大概花了1个月左右的时间来拿到了我手里。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会选择使用 No Rolling 这个号码呢？我的原因的话有3个。第一个的话是因为 Google Voice它确实是不太稳定的，可能哪天就不能够使用了。第二个原因的话是No Rolling 的话，它的维护成本非常低，只需要在订购的时候花费$9.99，其余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维护的费用，也不会说你不使用就会消耗。第3个原因是，如果之后的话去打算出国去旅游，你可以很方便的去订购 No Rolling 的其他国家的一个号码，比如说英国、香港。另外，它还提供了成本非常低的一个数据流量解决方案。这个号码目前是中国大陆的居民是可以直接去订购的，也是支持直邮到国内的所以说如果还没有这个号码的朋友的话，建议早做打算，可以提前去订购一下这个手机号码。这个的话是前2天寄到我手里的，它是走的香港邮政的，寄过来大概需要2个礼拜的左右的时间。我们把它拆开，它里面的话是有3个部分。首先第一个的话是它有一个像iPhone 一样的一个 SIM 卡的卡针，取那个卡的。另外一个它就是这样一个正常的一个 SIM 卡，它的卡的话是多个尺寸是都可以支持去使用的。第3个东西的话就是它这样一个说明书，全部都是英文的，但是它关于的使用的方法的话，网上有很多中文版本的，但今天的话我再向大家去做一个视频版本的，方便大家去操作。今天的话视频一共是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话是教大家如何去订购 No Rolling 这个 SIM 卡，第二个部分是教大家如何去注册账户去充值使用，第3个部分的话是向大家去演示一下如何去发短信，如何去打电话。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吧。现在来到它的官网，官网是英文的，我们可以用网页浏览器把它翻译成中文。它提供的一个主要的产品就是 SIM 卡，还有 SIM 卡的卡贴 eSIM 卡。像 eSIM 卡的话，我们国内的运营商大多数还不支持，所以说是你订购了也没有办法用，所以我们只能去买这个 SIM 卡。它是有一个实体的 SIM 卡，它的卡片的大小的话是全部尺寸都是通用的，覆盖的范围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是可以用的。它还有一个专门的手机的 App 可以管理你的一个流量套餐和费用。你初次订购会有10%的折扣优惠，我们这边直接点现在订购。订购的时候它会有很多的产品比如说这样一个旅行的 SIM 卡的一个贴纸可以更换，后面还有很多数据的套餐。像它这边全球无线数据1天，它的费用只是$3.99，也就是30块钱不到，这个费用还是比较划算的。大家如果去旅游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使用这些套餐，这个我觉得也是它的这个产品很大的优势。我们这边就选择旅行 SIM 卡，然后选择添加购物车。好，到这边来结算的页面，这边去提示如果说你居住在中国的话，请使用中文去填写你的信息就可以了，不需要去英文的。这边如果你有优惠券的话，把优惠券输进去会有优惠的。好，我们点击继续结账。好，到这个界面的话，去输入一下你的名字还有收货地址就可以了。全部用中文去填写就可以了。右边的话去确认一下金额，然后去输下你的信用卡片信息。它这个是从香港寄过来的，如果快递发出的话，一般是在2个礼拜左右会收到。好的，现在向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去注册
我们先下载好 App，然后这边去选择一下你的产品，我们这边是Global SIM，然后这边问你的手机是不是解锁，我们中国大陆的手机一般都是解锁的，只要你不是和运营商合作的都可以，然后选择是。好，这边的话就输一下你收到的卡的这个刮层刮开，下面有一串英文的代码，然后把它输入进去。这边是不区分大小写。好，输入完成，点击继续。好的，这边去问一下你的国家是哪里，我们这边就选中国就可以了，可以在上面搜索框直接去搜索。好，选择中国。手机号码这边去输一下你国内的一个手机号码。好，下面的话去填一下你的信息，你的姓名、邮箱，还有设置一下 App 的密码这些的话，名字的话不一定需要实名的你随便填个名字也是可以的。好，这边去输一下邮箱，下面的话去设置一下密码就可以了。好，下面勾选一下同意，点击继续。好，这边会再和你确认一下你的名字、邮箱，还有你国内的手机号码是不是正确。如果正确，直接点下一步就可以了。好的，这边是祝贺你，你已经认证成功了，可以正常去使用了。好的，我们现在进入了App 的一个界面。好，这时候我们也收到了他发给我们的一个邮件，邮件里面有你美国的一个电话号码。这个电话号码是免费的，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个 App 里面去订购另外国家的电话号码。好的，我们到 App 里面逐一去看一下。好，首先到这边去看一下它的一个首页。首页的话，主要是它的一些产品的介绍，你可以很方便的在这边去订购你想要的一个数据或者流量。好的，然后我们到菜单的最左边用量这里。用量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数据用量，另一部分是打电话的一个用量。我们这边还可以看到一个费率就是在中国的话，它的使用呼入和呼出它的一个费用是多少钱？好，它有一个 incoming， 还有一个 callback， 一个就是电话是直接打出去，另外一个电话是回拨的。在中国的话，它全部是用回拨的这个方式。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说回拨是怎么去打这个电话的。好的，然后另外是在这边你也可以看到费率，其他国家呢都是可以去选择去看的。另外我们到第4个 service 服务这里看一下。首先我们是有一个免费的美国的电话号码，然后在后面的话是你点击下面的一个订购其他号码，可以选择其他的号码。最后的话是设置。好的，然后我们去测试一下打一个电话，我们选择 No Rolling 这个电话号码，去打一下我 Google Voice 的一个电话。这个时候它提示呼叫失败，它正在那个回拨正在运行中。这时候它其实是已经提示是呼叫失败，但其实它系统过10几秒之后会用这个美国的电话号码去再给你打一个电话回来的。好的，现在演示一下怎么打电话。我这边输的是我 Google Voice 的一个电话号码，输入进去之后点击呼叫。好，它这边直接会有错误的提示但是它后面有个 USSD calling back 正在处理中，我们稍等几秒钟。好，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它连接的是中国移动的网络。这个时候你就会收到你拨出去的那个电话的一个来电，你接听，然后实际上就是你把这个电话打出去了，这个就是回拨。好，发短信的话，我们用 Google Voice 是可以正常给 No Rolling 的电话去发短信的，也是可以正常接收到的。但是很奇怪的是，英文的短信你可以接收到，但是中文的汉字的一个短信是接收不到的，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好，然后接下来跟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去充值。充值界面的话，就是第一步的话，它这边是需要你去绑定一下你的信用卡。大家记牢，不要去选那个自动去绑定。自动绑定的话，它每个月会自动的去给你的信用卡上面去扣钱的。但如果说你某一天操作失误，或者说打错电话的话，这个时候产生高额的费用的话，如果你选择直接去扣费的话，你可能会产生很大的损失所以说建议大家去直接去
先充值充多少钱用多少钱，它的最低充值金额是$25。好的，我们那边卡号绑定成功之后，然后我们到这个界面去点击第二个去添加余额，添加余额这时候选择我们刚刚添加成功的那张信用卡，我们选择支付。我这边绑定的是招商银行的一个全币种信用卡，可以看到已经支付成功了，也收到了招商银行发来的短信。好的，然后我们到首页里面就会看到我们的余额。好的，然后他也会收到他邮件，邮件的话，他现在的余额是多少？里面有余额了之后，你就可以去打电话、去发短信、去订购你的数据流量。但大家需要注意一下，这个余额的有效期是90天，超过这个90天的话，余额就会清零。另外你里面有$5以上的余额的话，你是可以免费去使用 WhatsApp 的流量30天的。我之前的话，但是它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的，如果你用 No Rolling 去拨打美国的一些公共机构的一些客服电话，比如说美国银行的客服电话，比如说银行或者说其他公共机构的一些电话的话，它是会收费的。但你通过 Skype 去打的话，它却不会收费的。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信息的话是打美国银行的客服的话，它会有一个收费的，余额已经扣掉了。但是你用 Skype 去打的话是没有这个费用的所以说我觉得它的话去接收短信是最去划算的一种使用方法。但如果说你非常有钱的话，想用它直接去打电话或者说你出国的话去使用数据流量的话，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如果在国内去直接去使用的话还是费用是比较贵的，这个大家去知道一下。好了，以上就是 No Rolling 这个美国的电话号码如何去订购，以及如何去注册 App， 如何去充值，以及如何去打电话发短信的一个简单的流程如果说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在屏幕下方给我留言，也可以加入我的电报群讨论。如果你感觉到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帮我点赞，并且订阅我，点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内容的更新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